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家家户户都换成了马桶坐便，但是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：排便的时候到底是坐着好呢，还是蹲着好呢？其实都各有各的优缺点。对于坐着上厕所，优点就是可以减轻对腿部的压力，不像蹲着那样双脚容易发麻。缺点就是坐着上厕所会接触到马桶，这样就要担心卫生的问题了。而且坐着排便通常比较舒服，这样就会增加上厕所的时间，时间长了就会导致便秘和痔疮的出现。而蹲着上厕所，这样对排便更有帮助，因为下蹲时腹部的压力会比较大，这样能让排便更顺利。但是缺点就是蹲时间长了会影响腿部的血液循环，导致腿麻。所以不管是蹲着还是坐着排便，都是各有各自的好处的。但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、关节炎以及腿脚行动不便的人，建议最好不要蹲便。还有经常便秘的人啊，可以喝点苦荞茶或者是冬瓜荷叶茶，有助润肠通便，缓解便秘。早晨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候，但是有一些小的事情却被人们忽略了。如果晨起马上做3件事，很容易给寿命打折哦。希望你一个都没有。晨起马上剧烈运动。很多人呢有晨练的习惯，本来晨练是有益身心健康的，但如果刚起床就做一些剧烈运动，这样对心血管健康不利。所以呢，建议大家晨起半小时后再做一些缓和的运动比较好。醒来马上起床。对于一些朋友喜欢早上定个闹钟，闹钟一响呢就马上起床，那这样突然起身很容易出现头晕眼花的情况，也不利于心血管健康。早起马上吃饭。很多人早上吃饭也是急匆匆的，为了赶时间，刚起床就吃东西，这样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、肠胃不适的情况，时间长了对胃部健康不好，所以建议大家早起半小时后再吃东西会好一些。都知道我们一天要吃3顿饭，很多人都是糊弄糊弄就过去了。其实呢，吃饭也有金标准，如果40岁后你能够坚持住的话，对延长寿命是有帮助的哦。2顿饭间隔4到6小时。2顿饭的时间间隔太长的话，会使人出现非常饿的感觉。那间隔太短呢，会让肠胃得不到休息。所以不管太长还是太短，对身体呢都不好。吃饭时尽量不要说话。俗话说食不言，寝不语。如果吃饭时说话，会让嚼东西的次数变少，不利于消化。所以吃饭时呢，尽量不要说话。多吃蔬菜。吃饭时最好吃的清淡一些，那多吃一些蔬菜，这样能够帮助身体补充维生素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吃饭时腰背挺直。挺直腰背吃饭呢，可以减少肠胃的负担，而弯腰驼背吃饭很容易影响消化，引发肠胃问题。所以呢，腰背挺直吃饭有益健康，对长寿也有。到了秋冬季节，也是吃山楂的好时候了。那山楂酸酸甜甜的，很多人呢都喜欢吃，而且经常吃山楂，对血管健康也是有好处的。但是有些人有疑问说，经常吃山楂到底是升血糖还是降血糖呢？那大家都知道山楂比较酸，所以呢很多人就认为它含糖量少。其实这是不对的，虽然山楂甜味不大，但是山楂的含糖量还是很高的。不过呢，是因为山楂里有膳食纤维，减慢了糖的吸收速度，如果吃多了还是会影响血糖水平的。所以血糖高的朋友吃山楂的时候不要吃的太多哦。那除了这些，经常吃山楂能够帮助消化，改善睡眠，还有延缓衰老的。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，尤其是对肺部的健康有很大影响。那么抽烟多长时间肺部会渐渐变黑呢？假如你每天都能抽上1包烟，那么基本上3年左右的时间，肺部就会开始慢慢变黑。即使肺部没有变黑，也会给健康造成很大影响，所以大家应该尽早的进行调理。经常吸烟的朋友可以做一个小测试，来看一看肺部是不是还健康。这个测试非常简单，大家可以拿出家里的蜡烛，然后放在距离自己15厘米左右的地方，看看能不能轻松的把它吹灭。如果不能够吹灭，那么就可能是肺部不太好了。若在距离5厘米左右的地方还是不能吹灭，那么就要小心肺部疾病了。但如果你能轻松的吹灭的话，说明肺部还算健康。长期吸烟对肺部的伤害呢非常大，所以大家平时要注意养护好自己的肺部，可以多吃2种食物，梨和银耳。
这两种食物都能够帮助排除肺部当中的毒素和垃圾，有很好的养肺润肺的作用。对于长期吸烟的人来说，经常吃是非难熬的3伏天过去了，但是迎来的却是最凶险的34天。因为出伏后天气逐渐转凉，昼夜温差大。那俗话说，早上凉飕飕，中午热死牛。这样的天气最容易使人出现心脑血管疾病，所以要及时做好预防工作。首先做好2防。第一，防秋乏。秋乏相信大家都听过吧？一到了秋天，很多人会感觉到浑身疲乏，整个人没有精神，浑身泛懒。所以大家这时就要做好防秋乏的工作，要保证充足的睡眠，不熬夜，勤加锻炼，早晚出去跑步、打太极、跳广场舞等。第二，防肺燥。秋天天气比较干燥，这时很容易出现肺火旺盛的情况，所以大家应该多吃一些养肺润肺的食物，避免肺燥伤害身体。比如多吃一些银耳、百合、莲子等，对肺部有保护作用。那中老年人除了上面预防2件事，还可以多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酸味食物，比如葡萄、柠檬、柚子等。酸味食物有开胃健脾的作用，对补肺气有很好的效果。第二种，碱性食物，比如蔬菜类、发过芽的豆类等。秋天多吃碱性食物，可以中和肌肉产生的酸性物质，对缓解疲劳有很大的帮助。胡子是男人很正常的生理现象，那有胡子也会显得男人比较阳刚有魅力。除此之外胡子还能够反映出男人的健康状况哦。那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这3种情况吧。第一，胡子长得快。胡子长得快代表男性体内雄激素比较旺盛，也是肾脏健康的一种表现。但如果胡子长得异常的快，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儿，很可能是肾脏出现问题喽。第二，胡子稀少脱落。胡子少而且经常脱落，这也是不好的现象，因为这种情况很可能是雄激素不足引起的，肾脏功能也会受到影响。第三，胡子颜色改变。一般胡子都是黑的，但胡子如果变白或发黄，也是不健康的一种表现，也容易影响肾脏健康。所以男性朋友要多注意自己的胡子状态。如果你没有上面这3种表现，说明身体比较健康，肾脏也还好。大脑反应慢，记性差，每天做2个小动作，大脑越来越灵活。动作1，摇头晃脑。这个动作站着坐着都能做，将我们的头部前后左右的摇晃，每次摇晃2到3分钟。因为我们的颈动脉是向脑部供血的管道，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增加脑部供血，对提高记忆力有很好的效果。动作2，锻炼手指。通过锻炼手指可以帮助刺激大脑，延缓大脑衰老。方法很简单，将双手握成拳，手掌心面向自己，然后将左手的大拇指和右手的小拇指一起伸出收回，再将左手的小拇指和右手的大拇指一起伸出收回。这样反复练习2到3分钟，可以逐渐的加快速度。这样锻炼双手可以帮助提高记忆力，让大脑越来越灵活。上面这2个简单的小动作，大家可以经常做一做。除此之外，大家还可以经常运动，多喝水。运动可以刺激大脑皮层活动，有很好的健脑作用。而多喝水可以帮助延缓衰老，对大脑也有一定好处。记忆力减退，反应迟钝，总是丢三落四，这已经不再是老年人会出现的了。很多年轻人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给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多不方便。那记性不好的朋友可以试试常吃下面2种蔬菜，或能让大脑更灵活哦。菠菜，菠菜虽然便宜，但营养价值高可是健脑的好食物了。菠菜中含有大量的叶绿素和维生素 A， 有很好的健脑益智、提高记忆力的作用。西兰花，西兰花又叫做花椰菜，有蔬菜皇冠的美称，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。那其中含有维生素 K， 经常吃的话可以帮助增强大脑活力，也能提。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存在肚子大的问题，不管男人女人，如果肚子赘肉太多，很容易引发疾病。那该怎么减掉肚子上烦人的赘肉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抬腿。拿出自己家的瑜伽垫，平躺在上面，让腰背部和手臂都紧贴在地面上，这样保持不动。然后用自己腹部的力量向上抬起双腿，双腿并拢伸直。当达到最高点的时候，
停留3到5秒，然后慢慢的放下，再向上抬起，这样睡前反复做50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腰腹，有助促进脂肪燃烧，对瘦肚子、减肥都有一定帮助。如果有肚子大烦恼的朋友，可以每天睡觉前做一做，只要长期坚持就会看到效果。不过想要减肚子，除了运动，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，要减少高脂肪、高热量食物的摄入，多吃蔬菜水果，多喝水。只有运动和饮食相结合，这样才能让你瘦得更快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